举世闻名的印巴空战发生以后，尽管印度向各友邦国家派了几十个胜利宣讲团，但每次被问到那个阵风战斗机残骸是咋回事时，语言天赋超强的三哥也免不了略显紧张。有时候说，为了防止巴基斯坦的导弹落到印度境内砸到平民，砸到花花草草，印度空军舍生取义用飞机拦导弹。有时候说，印度空军为了保持旺盛的战斗力，一直在进行超高强度的训练，所以每年都会有数不胜数的战机损毁。飞机残骸在印度并不新鲜，所谓平时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嘛。回到国内，当夜幕降临，车水马龙的喧闹声散去，三哥也开始反思，是不是自己取得的胜利不够压倒性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显示出一丢丢的力不从心。再看到巴基斯坦准备购买40架中国的歼35以及预警机和导弹的新闻，三哥越发感觉之后再交手，自己的优势会进一步缩小。毕竟这些武器结合起来使用，别说买来的阵风和苏30了，哪怕自己家的光辉战斗机升空，都没有信心取得绝对优势。然后印度还感觉外购的战斗机不靠谱，你看花高价买来的这个法国货阵风已经挂了，反观自己家研制的光辉战机，服役这么多年无一败绩啊，高下立判。于是三哥决定自研。5月27日，印度国防部正式批准了第5代隐形战斗机项目，叫先进中型战机，英文简称 AMCA。 看这个批准的时间节点，你可能觉得这项目是匆匆上马的，实则非也。印度作为一个大国，怎么可能这么不稳重？印度5代机的研制从2010年就开始了，15年前，只是那个时候叫 MCA 中型战机，还不敢称先进。其实在2007年，印度还加入了俄罗斯的 T50 项目，也就是现在的苏57，同样是一款隐身5代机。印度想通过这个项目，一来呢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，二来解决没有5代机的问题，先买了个200架。但参与了几年之后，三哥对毛子失望了。一来是觉得毛子总是防着自己，想参与的部分不让参与，不想干的活倒是来了一堆。二来是觉得苏57这个飞机质量不太行，像隐身、航电、雷达，这哪都看不上。最终忍无可忍，2018年彻底退出了苏57项目，反正整的是挺不愉快。不和俄罗斯合作了，那就认真搞自己家的 MCA 中型战机啊。三哥首先做的事儿就是把飞机名字改了，从中型战机改成先进中型战机，也许是想让毛子瞧好了什么才叫先进的5代战机。算下来 AMCA 项目2010年启动到现在也15年了。在这期间，印度做了很多事情，比如2013年拿出来一个1:8的模型，参加了印度航展。你不要小瞧这个模型，这基本可以认为三哥用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飞机级的概念设计。2016年，印度空军正式批准了飞机的最终设计，但2年后的2018年，印度又拨款4.5亿卢比用于飞机的详细设计。说实话，这一步我没太看懂，飞机详细设计都没做好，2年前印度空军是怎么批准飞机的最终设计的？他们到底批准了啥？看网上查到的参数啊，印度这个5代机肯定和歼20是比不了的，它整整小了一圈，它整体上和歼35是一个量级，无论是尺寸、最大起飞重量、射击最大速度都很接近。目前能确定的最大区别就是歼35能做舰载机，另外一个区别就是歼35的发动机是中国国产，但印度的5代机发动机还要依赖美国。虽然三哥说这个依赖只是暂时的。AMCA 设计定型之后，2020年印度宣布飞机首飞推迟，一推就是6年，到了2026年。其实这村头王大爷都知道三哥肯定要推的，原型机都没造出来，手哪门子飞啊？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，既然 AMCA 已经开始这么多年了，印度国防部今年5月它到底批准的是个啥？我看了一圈国内媒体的报道，没有一个能回答这个问题。那我干脆去看印度国防部的原文吧。然而三哥的国防部官网竟然打不开。众所周知印度最不缺的就是优秀程序员，所以这肯定不是网站坏了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他不想让外国友人看到，也就是只允许印度 IP 访问。但好巧不巧我的工具里又没有印度节点，试不了。如果有印度的网友，欢迎帮我试试，看印度国防部的官网到底能不能打开。
最后找了好一圈才找到一篇《经济时报》的报道，说印度国防部的批准打开了私营企业参与五代机开发的大门。闹了半天，原来印度政府刚刚批准的只是供应商的选定原则，言外之意就是这个原型机还没开始干呗。那你2026年还首飞个毛啊，2028年都够呛。咱就假设2028年首飞，那交付部队要到什么时候呢？先看看其他国家，美国的 F-22从首飞到服役用了8年， F-35用了9年，俄罗斯苏57用了11年，中国的歼20 2011年首飞，2017年服役，用了7年。这么看，按照三哥的效率，10年时间绝对算神速了吧？也就是2038年服役，2038减2010，就是 AMCA 的研制需要用时28年。这对印度来说已经快得遭不住了，何出此言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印度上一款国之重器光辉战斗机的研制历史了。光辉战机1983年启动，2015年才交付部队，足足用了32年。印度这哪是造飞机啊，这明明是在生产哪吒。你可以再找一找，看还有哪个国家它研制战斗机用了30年，反正我没找到。一个项目持续30多年，啥概念呢？假设你是参与这个项目的工程师，开工的时候30岁，一直干到60岁退休，这项目都还没搞定，你满头白发在村头晒太阳，跟其他人吹牛逼都没底气啊，怕人笑话，多多少少有点凄凉。飞机做出来之后，印度媒体还宣称光辉战机是世界上最小的轻型多用途战术战斗机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最小它有什么可光荣的，可能是尺寸小就意味着雷达反射面小，间接实现了隐身。只要足够小，它甚至都能做到光学隐身。你以为交付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吗？飞爷，交付部队只能说完成了研发，但研制它是研发加制造，在后续的制造阶段，那产能也是稀稀拉拉的，每年才生产10几架，导致印度空军根本不敢用。按照他们的坠机频率，摔的可能都比造的快，所以干脆不飞了，不离地就不会摔。印度这次搞五代机，研制单位和光辉战机差不多，设计方是印度航空开发局，生产方是印度斯坦航空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每次修完飞机都剩很多零件的印度斯坦航空，也是印度空军的最大对手。也许是见识了这两个国企在研制光辉战斗机中的效率有多低，也许是再一次看到了这两个国企在五代机研制中的推诿扯皮。印度政府5月底专门发了通知， AMCA 战机项目要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，做到民企和国企的同台竞争。按照这个节奏，后面还得搞供应商竞标，前面咱们估计的2038年飞机交付很可能太乐观了。看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一直在走万国造路线的印度，肯定是有点着急的。2038年自己的5代机都不一定能用起来，但中国的6代机很可能已经成为牛夫人，开始产能过剩了，这放谁不着急？好了，时间不短了，真是辛苦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儿，非常感谢观看，别忘了转发视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家庭群啊！我是马卡耶夫，咱下期见。